很多人每天活得极度疲惫，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吃的不健康，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吃的太像一个健康人了。去看看现在标准的中产精英是怎么吃早餐的，包装越来越高级，热量算得一清二楚，牛奶被嫌弃，换成了标榜着植物基、零负担、抗炎的燕麦奶或者是高级植物乳，红肉不碰，糖不敢吃，天天把干净饮食挂在嘴边。在现代的健康鄙视链里啊，他们简直是满分优等生。但奇怪的是，如果你去问他们的真实体感，真正困住他们的往往不是具体的器官疾病，而是一种极其折磨人的内耗。一到上午，脑子就像蒙了一层雾，发飘、卡顿，肠胃变得极其娇气，稍微吃点不对就疯狂胀气。最要命的是那种怎么睡都补不回来的慢性疲惫。体检报告看着一切正常，但整个人就像一台后台程序开得太多，电量永远充不满的旧手机。很多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或者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但今天我想带你看一个更扎心的可能。有没有一种情况，你并不是缺乏意志力，你只是把资本和商家包装出来的健康标签错当成了能拖住你生命底盘的真实支撑。今天呢，我们就拿最经典的超加工植物奶开刀。我们不看热量表，不聊碳水和脂肪。接下来的8分钟，我将带你进入转化医学的微观视角，看看这些被高度营销的工业液体到底是如何在底层悄悄抽干你的能量的。先把科学边界定清楚，天然的燕麦加水是很好的碳水，没有原罪。如果你因为乳糖不耐受而选择它，完全合理。我们真正要审视的是食品加工业为了让一杯植物奶能在货架上放几个月都不分层，口感像丝绸一样顺滑，而必须加入的一种复杂系统，也就是工业乳化剂与稳定胶体。如果你自己在家中用破壁机打过燕麦汁，就知道静置半小时，水和渣一定会分离。工业产品要打破这种自然规律，靠的可不是植物魔法，而是实打实的化学工程。从物理化学的第一性原理来看，配料表里那些复杂的乳化剂本质上都属于表面活性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厨房里的洗涤精，洗涤精之所以能除油，就是因为它的分子结构能强行改变水脂界面的表面张力，让原本互斥的水和油强制交融。严谨的医学当然不会把喝植物奶等同于喝洗涤精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对这种物理属性视而不见。在你的肠道表面覆盖着一层极其精密也极其脆弱的粘液保护层，它最核心的致密部分大约只有0.05毫米厚。它不是一层简单的水，而是一层动态更新的双亲水性水脂凝胶。它的唯一使命就是把你绝对干净的血液和肠道里几十万亿的复杂细菌死隔开。当你把那些高度加工、强行改写了表面张力的液体作为每天必喝的健康标配时，它对你的微环境造成的可不是一口气洗穿肠子的灾难。大量的前沿微生态研究提示我们，它造成的是一种长期、持续、低强度的物理微干扰。这3个字非常致命，微干扰就像水滴石穿，日复一日，它在一点点削弱你肠道生态的容错率。时间久了，你的微观城墙就变薄了，细胞间的防水舱门不再紧密。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肠屏障通透性增加。当这道防线变得脆弱，真正的内耗就开始了。一旦底层防线松动，肠道里一些本该顺着粪便排出的细菌残骸，特别是革兰氏阳性菌死亡后脱落的细胞壁碎片，医学上叫做脂多糖类毒素，简称 LPS， 就会发生微量的渗漏，溜进你的血液。血液是人体的绝对净土， LPS 代表着一种高度危险的脏信号。哪怕只有极微量的漏进去，你的血管里的免疫前哨兵巨噬细胞就会立刻拉响最高警报。注意这不是让你发高烧进急诊的急性感染，这会把你的身体拖入一种隐秘的24小时无休无止的低度慢性警戒状态。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可以解开那个最大的谜团，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累？在这里我要教给你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转化医学前沿框架，免疫代谢学。很多人呢不知道，免疫系统只要拉响警报，进入备战状态，是极其
疯狂烧钱的。在微观世界里，这个钱就是你细胞的能量货币，也就是 ATP 三磷酸腺苷。你每天辛辛苦苦吃进去的营养，线粒体把它们转化成 ATP， 这笔能量本来是该分配给大脑去保持专注，给肌肉去维持爆发力，给情绪去维持稳定的。但现在因为你的底层防线在漏水，大量的 ATP 被底层免疫系统强制征收了，它们被全部拿去用于修补炎症、警戒和应激。这就是今天我特别想送给大家的一个词儿——免疫能量税。你白天那种说不上来又甩不掉的累，根本不是因为你没睡够，而是因为你身体底层有一群系统在偷偷抽干你的能量账户。所以你明明没干什么重体力活，却总觉得自己像生了锈一样。在这个时候啊，你再靠喝浓咖啡来强压，再靠意志力去硬挺，等于在透支一张已经被刷爆的信用卡。在抗衰老研究中，这就叫系统性炎性衰老。那我们该怎么办？真正的止损绝不是迷信某种药物，而是通过分层重塑拿回底盘的控制权。第一步，抛下错误的主角。明天早上请看看你的早餐，把那些被你当成健康标配的加工植物液体从早餐的权力中心撤下来，把它降级为偶尔解馋的饮料，让早餐回归拥有真实蛋白、有完整物理结构的真实食物。停止给肠道施加微干扰，别让你的代谢在第一天的开始就失去生理支撑。第二步，为底层补充燃料。如果你的肠胃已经极其敏感，在临床营养学层面可以关注 L-谷氨酰胺，这种氨基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首选燃料，能在早期为细胞的缝隙修补提供最坚实的底层砖块。第三步，也就是决定抗衰老高度的转化医学前沿，利用微生物的反身性修墙。如果你想在细胞生态上更进一步，科学界目前高度关注肠道里的一支原生共生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也就是 AKK 菌。这是一种极其奇妙的生命机制，它以吃肠道粘液为生，但在健康的生态下，它吃得越活跃，反而会向宿主发出强烈的逆向信号，刺激肠壁分泌出比以前更厚、更坚韧的全新保护膜。这就叫生命的破而后立。大量前沿研究提示，通过摄入特定的植物多酚，比如石榴提取物、蔓越莓多酚，去靶向滋养这群微生态卫士，正成为未来抗衰老最有潜力的探索方向。医学科普的本质从来不是用一种恐吓去替代另一种恐吓，真正伤身体的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一眼看穿的垃圾食品，而是那些我们深信不疑却在暗中违背了生理规律的健康替代品。如果你吃进去的东西只能给你我很自律的道德安慰，却在微观层面偷偷收取你的免疫能量税，那它就不配占据你的餐桌。如果这期视频让你第一次看清了自己越歇越累的底层真相，请把它转给你身边的那个明明极度自律却总陷入慢性疲惫的朋友，帮他们跳出健康的幻觉。这里是 X Lab， 我们不卖焦虑，我们只做生命的逆向工程。下期见。